Hello friends, I'm Being from China. Welcome to my YouTube channel. Today I will take a slow train from Beijing to Hefei, the capital of Anhui province. The entire journey will take 11 hours. Most of the time will be spent at night. So I will spend the night sleeping on this slow train. The pace of life in China is getting faster and people are pursuing speed in all aspects. But I take this slow train to travel between Beijing and Hefei every week. What unique experiences does taking a slow train offer compared to high-speed trains? And what are the main differences between slow trains and high-speed trains in terms of comfort and speed? I bring you first-person perspective videos that make you feel like you're there. Perhaps you will find the beauty in taking it slow. I hope you enjoy the video I film and provide help for your offline travel plans. I have prepared English voice-over subtitles for everyone. You can automatically translate it into the language you need. 大家好，我现在在这个四惠东地铁站的站前天桥上面，现在是晚上7点10分，正是这个下班的高峰期呀。这条路啊，我面前这条路是北京到通州的这个快速通道，京通快速通道啊。现在非常的繁忙，都是从市区往通州方向的，车辆很多啊，比较拥堵。我一会要去这个四惠东地铁站，坐地铁去北京火车站。现在我正在这个天桥上看一看这个繁忙的场景，也是一种比较特别的美啊！我现在已经到了1号线的四惠东站的进站口了。准备安检进站。可以看到现在人还不算很多啊，因为已经7点多了，大部分人已经上了地铁了。我从这个四惠东站坐到那个建国路，然后在建国路内站转2号线到北京站。1号线是北京历史最悠久的一条地铁线路了。现在已经到了建国路这个站了，我马上要下地铁去转2号线。这里就是建国路站了，人挺多。
啊，马上去坐2号线。在建国路建国门站这个坐2号线，只要一站就到那个北京站。北京的1号线、2号线就是有一个缺点，就是没有空调啊，而且电梯也很少，背着行李需要这个自己挪上挪下的，比较不方便。而且因为1号线、2号线处在这个核心地区，经常会有这个警察临时检查身份证。我现在已经到达这个北京站的站前广场了，准备去进站乘坐火车了。这个北京站还是比较有历史厚重感的，从这个建筑风格就可以看出来。既是一个这个车站，也是一处景点吧。经常看到有人在这个站前拍照留念。这边候车厅进入安检的地方也是比较宽敞啊，相对来说比较宽敞吧，相对这个历史比较悠久的车站来说，做的这样子算比较宽敞了。这是候车大厅的第1层。我的这个车次是在2楼候车。今天是周五啊，人员看起来还比较少。因为一到周末，就是北京周边的，像天津呐、这个河北呀、这些城市，山东这边的一些城市的，在北京工作的人，可能在周五的晚上就会回家，然后在周天的晚上又会回到北京来，第2天上班，所以今天应该人比较多才对。那么我家是在这个合肥，然后我每周也往返于合肥和北京之间，也属于跨城通勤人员。这个角度看这个大厅还是比较气派的，有一种这
这个历史厚重感。这边火车站也有很多自助服务区，可以去给你的手机充电呐，然后去泡一碗泡面啊，取一杯开水啊，这种的还是比较方便。候车厅人还是比较多的。我也准备检票上车了。上车的方式跟高铁差不多，就只要刷自己的身份证就好了。身份证跟你的车票是关联着的。这个通道很魔幻的感觉。因为有好几班车。可以看到列车员、地勤人员在不断的提示，不要这个走错了、上错了车。这个绿皮火车在中国现在的话是越来越少了，大部分城市之间通勤都是用这个动车或者高铁，只有长距离的。跨越东西南北的这种长距离的旅行，才会可能去考虑这个绿皮火车。一个是它的速度很慢，然后第二个是它的这个安全性，是吧？如果是长距离运行的话，可能它的安全性会更好一些。第三个是这个成本上，长距离运行的话，它的成本比高铁动车肯定要便宜很多的。如果是长距离高铁的话，那是很贵的。我已经现在上车了，然后我现在去找我的座位。我买的是这个硬卧这种车票啊。这个车上有硬卧、软卧，还有硬座3种类型的车票。我买的是这个硬卧。这个硬卧有3层，上铺、中铺和下铺，价格也不一样。火车现在从北京站发出了，正在缓慢的加速。我们的旅程正式开始喽。沿路上可以看看北京的夜景。火车中间还经过这个北京南站和北京丰台站。各位家长请勿让儿童在。我买的是硬卧的上铺。上铺的话，空间相对比较狭窄一点。但是比较安静，也不会半夜受到这个光的影响打扰休息。我现在带大家看看这个里面的卫生间和这个洗手台呀。火车的每一节车厢中间都有这个厕所啊，是蹲式的厕所。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干净的，比那个硬座的车厢卫生会好一些，干净一些。毕竟这个人是少一些嘛，硬座的人会少一些。现在我带大家去逛一下吧。这个是接开水的。硬卧的车厢在床铺前面都有2个座位，可以坐在这里看窗外的风景，也可以在这里吃点零食或者是聊天。越是关系挺疏的人，车厢连接处都有这个卫生间和盥洗室。播音室在这里，就是在车上进行广播的地方，也有灭火设备。我们现在进入了这个软卧啊，刚刚我们说的这趟车有硬卧、软卧和硬座3种不同的这个票。那么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软卧的车厢，软卧呢总共有2节车厢是软卧，然后每个软卧的房间里面是有4个铺位，就是两边分别有上下铺，中铺是没有的。然后它有自己的独立的卫生间和接开水的，也有这个坐便的卫生间。这趟车是有2节车厢是这个软卧的，软卧的这个前面窗户座位下有这个充电的，所以其他车厢的需要充电的这个乘客经常会跑到这边来进行一个设备的充电。其他车厢是没有这么多的充电的。我遇到了这个小卖部车厢上的，现在进入了餐厅。餐厅提供的这个美食说实话真的很难吃，我都很少在餐厅吃饭，还不如自己泡一碗泡面呢。有一些买到站票的乘客会到餐厅来蹭个座位。这里是整座列车的这个美食厨房。我们穿过餐厅的话，就到达了这个硬座车厢。硬座车厢是整趟列车环境空间最不好的地方，环境比较差，然后空间也比较拥挤因为人比较多餐车是在这个6号车厢，那么6号车厢后面这个5、4、3、2、1都是这个硬座车厢。餐厅晚餐最后一次供应了。也有这个取开水的地方。在硬座车厢里面，
特别是长途旅行就比较累了，因为它要一直坐着啊，只能坐着，而且空间比较狭窄。在这个过道以及这个车厢连接处有很多这种没有坐票的这些乘客，他们是买到了这个站票啊，只能站着，他们就更痛苦了。他们之所以去买站票，也并不是因为他们更穷，而是因为这个票已经很紧张了，没有坐票了。站票和坐票的价格是一样的。在这个慢速列车上，如果要抽烟的话，可以在这个车厢连接处去抽烟，尽量不要在这个车厢里面抽烟，因为这个会给别人造成很大的不好的影响，因为这里面空间实在太小了。你如果直接在车厢里面抽烟的话，这个烟味会非常重，会给别人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啊，我刚刚说错了，这个1号车厢和2号车厢是没有乘客的，最多只到3号车厢了。1号车厢、2号车厢应该是这个火车头和这个开火车的这些工作人员工作的地方。好，现在天已经亮了，距离火车到站还有20分钟，现在是7点27分。火车到站是7点47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安徽省合肥市辖区了。道路两边都是这个高架桥和居民小区。火车已经到站了，合肥站。这个火车头挺漂亮的。火车正在缓慢的降速，我们已经进入到合肥站的站内了。可以看到铁路的工作人员正在两旁等候乘客下车。
弟弟了。好，我们也是讲，我们这样。